前一秒我尚在为国家浴血奋战，下一刻却离奇地重生在了考场上。老天给予我一个重新开始的珍贵契机，可我却将它毁得一塌糊涂。在考场中，我不慎弄伤了监考老师，不但被教育局的人约谈，还被人误当成情敌。那人竟直接动用关系，让警察同志将我带去警局喝茶，对我滥用私权，差点要了我的性命。好在我也并非是个束手就擒、听天由命之人。正所谓金陵岂是池中物，一遇风云变化龙。还好剩余的3门考试并未出现什么差池，果然还是那套无比熟悉的试卷。看来老天都在帮自己这回不拿个省文科状元都不行了。随着最后一场英语考试的结束，这一世我的人生转折才刚刚开始。考试结束，学生们纷纷返回自己的教室。对绝大多数学生来说，这将是他们高中生涯的最后一晚，也将是高中3年最放松、最疯狂的一晚。就在这时，一队不合时宜的人马来到了昌城中学3年5班的教室。3年5班正是我所在的班级。这队人马总共有4人，一个学校领导，一个教育局官员，还有2人是身着警服的警察。陈峰同学在吗？4人从前门步入，昌城中学教导主任马红大声问道。见到教室中突然来了这么一群人，而且还有警察，教室内霎时鸦雀无声。我心中一沉，随即我便意识到他们来找自己，很可能与考场上那件事有关。峰哥，找你的娃，你又欺骗哪个靓女感情了吗？一旁的王多金低声悄咪咪问道。陈峰同学到底是哪位？马红见无人应答，又重复问了一句。顿时全班同学的目光齐刷刷看向我所在的角落。我就是。我站起身，没有丝毫畏惧的回答。你就是陈峰？马红重复确认。我顿时有些白眼，心中有些腹诽。这人莫非是聋子？刚才那么大声，他难道还听不清楚？对，是我。马红与身后几人对视一番，都从其他人眼中看出了惊讶。他们没想到这个学生在自己4人面前还能够岿然不动，不见丝毫怯色。换做一般的学生，早就唯唯诺诺，大气都不敢出了。很好，陈峰，你跟我们走一趟吧。你们什么意思？他犯了什么事？不说清楚不准走哦。王多金见我要被带走，顿时急了，强忍着心中的恐惧，朝着马红质问：这位同学，你这是干什么？我们找陈峰问点事，跟你没关系，你不要阻拦。马红没想到竟然还有学生敢站出来质问自己，心头微怒。不行，他是我亲兄弟，不说清楚，你们不能带他走哦。马红等人一时有些发愣，面前2个学生面相体型截然不同，他们怎么看这2学生也不可能是亲兄弟。不过如果2个学生真是亲兄弟，当着人家的面二话不说将他兄弟带走，还真有些说不过去。你们真是亲兄弟？没错，我是他同父异母的亲兄弟。听见王多金正儿八经的回答，我差点没忍笑出声来。多金这小子都这个时候了，还能说出这样的金句。马红4人顿时一脸黑线。这位同学别闹，我们只是找陈峰问点事情，问完他就回来了。一旁的一位教育局官员见状插话道。王多金不死心，还想说些什么，却被我扯了扯胳膊制止了。多金，别担心，我跟他们走，去就回来。说完我头也不回的跟他们走出了教室。教导处会议室内气氛严肃，长条的会议桌一侧是马红6人，一侧则是我孤零零1人。这场景顿时让我感觉自己像被审讯的犯人，心中不禁浮起几丝疑虑。陈峰同学，你知道我们叫你来是为了什么事吧？众人坐定，居中一人开口问道。我并不认识此人，但见此人能坐在正中位置，而作为学校教导主任马红只能坐在最边上，我便知道此人的级别要比马红高上不少。请问这位老师您是？我是高文，是这次我们市高考的统筹组负责人。听到他的身份，我心中一定，果然这些人是为了考场上那事而来。这位是教育局的高局长，高局长问你话，你一定要老实交代。交代？我闻言眉头微蹙。马主任，那这几位是？这位是教育局的王主任，这是咱们学校的李校长，这2位是市警察局的赵警官和刘警官。马红见我没事人模样，心生一计，想用一行人的头衔挫挫我的锐气，好让我如实交代。皱闻这些人的头衔，我眉头在皱，有些想不通自己那是怎么会引来这么多当官的。陈峰回答高局长的问题。高局长，你说的是语文考试时那是吧？高文点头。说说你为什么扰乱考场，并且故意伤害监考老师？我见没一条，没想到对方已经给自己定性了。高局长，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我当时已经给2位监考老师解释过了，我当时是梦游了，之后我已经取得了他们的原谅。梦游？陈峰同学，你不觉得你这解释太荒谬吗？你自己信吗？
还有，我要告诉你，这事不是2位监考老师能说了算的。高文没想到到了此时，我还敢在他们面前扯谎，脸色瞬间严肃了起来。高局长，想必叶老师和王老师已经把事情的前因后果讲得很清楚，我不知道你现在这话是什么意思。如果你想听事情的经过，我可以再讲一遍。耐着性子，我将事情的经过再次原原本本的还原了一遍。陈峰同学，我们已经看过现场监控，可以确定你当时的行为是有意为之。你的解释并不足以让我们采信。鉴于你的态度，市教育局将会根据你的行为研究决定是否取消你的考试成绩，以及是否进行其他相应的处罚。另外，我建议警察局的同志能够介入一下。半个多小时，高文健一直问不出什么有用的东西，使出了杀手锏。听到竟然要取消自己的成绩，还要让叔叔介入，我心中立刻生出一股邪火。屈打成招，强加罪名，还真是不论在哪里都有。凭什么？我压住邪火，冷笑一声：凭你妄图袭击监考老师，严重扰乱考场秩序，事后不思悔改，拒不交代，对抗调查组调查。会议室内的气氛霎时降至冰点，剑拔弩张。高局长消消气，何必跟一个孩子置气？咱们这处罚对一个孩子是不是太重了一些？见气氛不对，一直未开口的李校长做起了和事佬。老李，他可不是孩子，我看过档案，他已经年满18周岁，成年人就要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起责任。高文的话让李校长碰了个钉子。是，高局长说的对，可他才刚成年，今天才参加完高考，他的人生才刚刚开始，正是大展宏图的时候。我们这个处罚足以改变他的一生，所以还请高局长看在他初犯的份上，多包涵，多理解。年轻人嘛，性格总是有一些的。老李，你这是纵容犯错。就他的成绩以及在学校的表现，你觉得他能考上什么大学，大展什么宏图？再说，明知道他犯错而不惩罚，只会让他的胆子越来越大，说不定哪天就要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李校长张了张嘴，默然无语。高局长，不知道你听没听过一句话，莫欺少年穷。你怎么就知道我高考考得不好？难道你能未卜先知？我实在忍不住回怼了一句：哈哈，好，那我等着看你的好成绩。另外，我觉得你还可以回家准备准备，说不定处罚下来，你还得去看守所待几天。高文被我一对，怒极反笑。谢谢校长。话不投机半句多，向场中唯一为自己说过话的李校长道了声谢。我起身就要离开。等等，让你走了吗？我刚一起身，高文便大声喝止：怎么？难道你要限制我的人身自由？我看向高文的双眸，寒光闪烁，不经意间流露出一丝杀气。高文看见我杀气腾腾的眼神，心中不由一凛，暗道这小子的眼神怎么回事？怎么这么吓人？旁边的2位叔叔察觉到我身上的气质陡然发生变化，也是心下一惊。我见几人神情有异，瞬间反应过来怎么回事，下一秒收敛情绪，杀气瞬间隐藏，恢复了普通高中生模样。这一变化让高文以及2位警察有些不敢相信，怀疑刚才是不是自己眼花看错。把这个签了。高文干咳2声，掩饰自己的失态。我扫了一眼，正是刚才双方的谈话内容，原来是要自己签笔录。快速的浏览一遍，没什么出入。我龙飞凤舞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丢下笔，头也不回的离开。走出会议室，掏出手机，我第一个拨给了监考的男老师王轩。我急需弄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喂，你好，哪位？王老师，我是陈峰。哦，是你这小子，怎么有空给我电话？今天考完试，正是你们的最后狂欢时刻，怎么我听你那边很安静呢？王轩的声音很是轻快，从语气中我很容易便推断出刚才的事与他无关。是这样的，王老师，我也不隐瞒，将刚才发生的事详细复述了一遍。电话那头的王轩一时陷入了短暂的沉默。随后，王轩告诉我，昨天上交试卷之后，他和叶知新按照规定将昨天的事上报了，但他们2人并没有任何的添油加醋，反而替我说了不少好话。按理说，有他们2人的背书，这只是件小事，我应该不会受到什么处罚。电话的最后，王轩神神秘秘地告诉我，这事肯定跟叶知新有关，但跟叶知新本人应该无关。叶知新的家庭背景极不简单。我听到这话，哪能不明白他的意思？回到家中，我开始闭目回想这2天发生的事，我不由感叹，还是自己的实力不够深厚。普通民众稍稍碰到点棘手的事，便只能任人揉搓。在这以权势财富论英雄的时代，思来想去，我最终得到一个结论：当务之急就一件事，搞钱。我突然想起
前是2010年的夏天，自己所在的小县城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城的大事，县城内的彩票站有人中了1000万。我如今还清楚地记得那组中奖号码，我心中激动不已。老天爷赏饭吃，不吃就是罪过。我打定主意，定下小目标，先赚他几个亿，壮大几身实力再说。第二天一早，我到市里找了一家人满为患的彩票站，挤了进去。彩票站老板接过我递来的号码，没任何疑问，干脆利索地给我出了票。我仔细看了一遍，确认号码无误后，转身消失在人流中。走在大街上，我一时有些无所事事，不知该去干啥。正想着叫王多金出来逛逛，突然手机响起来，掏出一看，竟是叶之星。心道一声巧了，自己刚好可以问问他那事。叶老师，你好。你好，陈峰同学，你现在怎么样？昨天的事我都听说了。叶之星声音清脆，略带着些歉意。我本想说自己没事，但转念就想给自己一巴掌。眼下的自己根本没能力解决昨天的事，解铃还须系铃人，想要解决昨天的事，少不了叶之星。叶老师，是我不好。陈峰同学，是我不好，我没想到他们竟然会那样对你。你别担心，我会想办法解决这事。他本以为考场上那事就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也就没有特别在意。可没曾想，家里的老爷子还有老爷子中意的未来亲家，几通电话打给教育局的人，要求只有一个：彻查清楚，务必要给自己一个公道。于是便有了昨夜我被带走，以及后来的被威胁。叶老师，昨晚来了好多人，他们不仅说要取消我的考试成绩，还要警察将我带走，我很害怕。我声音中恰到好处地流露出一丝恐惧，将自己受到的威胁说了出来。什么？他们竟然还敢威胁你？你不用怕，我绝对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的。叶之星听到我受到威胁，一向温柔的他心中顿时生出一股怒意。今天一早，王轩便给他打了电话，将我昨晚的事告诉了他。但王轩说的比较含糊，并没有告诉他具体的细节。叶老师，我成绩本就不好，要是被取消了成绩，那我铁定是什么学校都考不上，我都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了。我在想，我是不是应该现在就去找工作，免得成绩出来后连个工作都找不着。叶老师，我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我爸妈，我真的很迷茫。叶之星听我竟然已经想到了提前找工作，甚至还隐隐表现出绝望，不由得很是着急。陈峰同学，你别多想，事情还没到这个地步。你在哪里呢？我现在过去找你，咱们当面说。叶之星心下着急，此刻他只想与这个学生当面好好谈谈，进行疏导。这个年纪的学生最容易走极端，可不能因为这事酿成什么不可挽回的恶果。听到叶之星主动要见面，我心里顿时有些感动，稍一思忖，继续低沉着声音说道：叶老师，我不会告诉你我在市中心人民公园散心的，你不用过来，我自己随便走走就好。你等着我，我马上过去，一定不要离开。叶之星用命令的口吻交代了一句，便急忙挂断了电话。耳边回荡起电话挂断的忙音，我握着手机，对着空气打出一套无影脚，大吼一声。路过的行人纷纷绕开，露出看疯子一样的怪异表情。半小时后，我在公园入口处见到了一脸焦急之色匆匆赶到的叶之星。他看向我的眼神满是关切之意，我心头一暖，一时间我看得失了神。陈峰同学，陈峰同学。叶之星走近，见我一副呆愣模样，还以为我是因为深受打击而魂不守舍，小声呼唤了2声。我吞下一口口水，恍然回过神，立刻心道一声糟糕，自己刚才的诸葛样怕不是全数落入了叶之星眼中。尴尬，真他娘尴尬。不过好在我脸皮足够厚，立马转换角色，进入到情绪低落、担心成绩取消的角色中。叶老师，不好意思，我在想事情，走神了。我强行给自己解释一波。没事，我们进去走走吧。叶之星不知我心里活动，倒没有什么疑虑。二人一路往公园内走去，一路上叶之星一路询问着昨晚的细节，事关自身将来前途。我放下多余的心思，正正经经地回答叶之星的问题。问完我，叶之星已经100%确定是自家老爷子以及那家人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或者说就是他们授意做的。一时叶之星心中对我的愧疚之情不由又增了几分。陈峰同学，这事我也不瞒你，之所以会变成这样，是我爸的原因，我替他向你道歉。你放心，我回头会跟我爸解释清楚，我保证绝对不会有人取消你的成绩。叶老师严重了，这是归根结底是我的错，要不是我当时那种状态，也就不会有后面这么多事了。该说道歉的是我给你惹了这么多麻烦。我看着知书达理、人美心善的叶之星，心中赞叹不已。叶之星在我心中的分量再次增加了几分。
就在此时，一道极不和谐的声音打破了两人间的融洽气氛。美女，一个人出来逛公园吗？要不跟哥哥们一起走走？三个流氓忽然出现在我们两人面前，挡住了去路。见到宛如仙女下凡的叶之心，三人同时露出一脸邪笑，放肆的目光在叶之心身上上下打量。靓女，相见就是缘分，咱们认识认识，加深一下这份缘分。不如我请你去吃饭，顺便喝2杯。领头黄毛露出一脸猥琐笑容，让开，不然我可要报警了。叶之心下意识将我往后拉了下，我心下再次感动。这种时候还想着学生，这样的好老师可不多了。哟，美女脾气还不小，还报警？咱哥几个只是想认识一下美女而已，又没干什么坏事，可不怕什么警察。黄毛突然伸手，毫无预兆的朝叶之心脸蛋摸过来，叶之心顿时吓得花容失色，身子不由往后退了一步，差点摔跤。我正要出手，黄毛的手来到了一半，便又缩了回去。随后，三个流氓神经质般哈哈大笑起来。我心头顿时火起，我站到了他的前面，将他保护在了身后。给我让开！我双眸射出2道冷冽寒光，冷冷朝三人说道，杀气渐露。靠，你小子算哪根葱？毛都没长齐，就想学人家英雄救美？识相的赶紧给你爷爷我管，别打扰爷爷我，与美女亲近。觉得丢了面子的领头黄毛满嘴脏话，骂完之后仍觉不过瘾，突然一巴掌拍向我的面门。正要发飙之时，我忽然感觉自己的胳膊被叶之心又拉了一下，转头看去，只见叶之心一脸担忧之色。陈峰同学，要不我们还是报警吧？叶之心说着，掏出手机就要拨打报警电话。三个流氓见叶之心真要报警，顿时就不乐意了。三人迅速围了上来，伸手就要去抢叶之心手机。我闪电般出手，3声响亮的巴掌声响起。靠，臭小子，你找死！兄弟们，干他！话音刚落，3个家伙各自从后腰处摸出一把匕首，眼露凶光，再次围了上来。我眉头皱起，没想到3人竟然如此胆大妄为，敢在光天化日之下亮刀。叶老师，不用怕，你先退后，我来解决他们。我退后一步，朝叶之心递去一个放心的眼神，示意他退到一旁。随即，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踢出一腿，隐隐有破空之音。这3个家伙在不到2秒钟之内，被我迅猛无匹的一腿踢飞至2米开外。啊！身后的叶之心惊叫出声，他没想到我这个看似很普通的学生，不过短短数秒，只踢出一腿，便能将凶神恶煞的3个流氓碾压，这着实大大出乎了他的意料。叶老师，搞定了！我打完收工，邀功似的对着叶之心咧嘴一笑。陈峰同学，那接下来怎么办？叶之心心有余悸之余，轻声问道。我笑笑，没有回答，走向正试图努力爬起来的3个家伙。你要干什么？别过来！3人见杀神般的我在靠近，以为他还要继续揍自己3人，顿时3脸惊慌，屁滚尿流，手脚并用往后爬。这就怕了？刚才你们仨不是很牛吗？我嘴角斜斜一笑，瞬间冰冷的眼神顿时让3人心中大喊：滚吧！以后别再让我看见你们仨，见一次我就揍你们一次。3个流氓如蒙大赦，顾不上拾得自己掉落的刀，立马灰溜溜撒丫子逃命。陈峰同学，你怎么会有这么好的身手？叶之心诧异问道。如果我说我从小天赋异禀，被一位德高望重的武术名家收入座下，10几年勤学苦练之后，如今已经神功大成，叶老师你信不信？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在叶之心面前暴露了，心思急转，张口就来，企图蒙混过关。信你才怪，你刚才的招式干脆利落，丝毫没有拖泥带水，不像是武术流派的功夫，反而有些部队风格，我猜的对不对？我心中一惊，又是一叹，没看出来叶之心竟然有这份本事，自己刚刚只出了2招，他竟然就能从其中看出自己的身手来历。叶老师神目如电，一眼就看出我身手的来历，在下佩服，实在佩服。实不相瞒，我从小就非常痴迷特种兵电影，刚才的几招都是我从电影中学的，是不是很威？既然已经被看出，我没有否认，立马又嫁接了另一个借口。穿越而来，我根本无法解释自身身手的真实来历，情急之下只能瞎编。陈峰同学，你是在敷衍我吗？还是说你觉得我不可信，这事不能告诉我？叶之心有些失望地叹了口气，见他露出失望表情，我一时有些尴尬。叶之心还真是不好糊弄。突然我眼前一亮，有了主意。好吧，叶老师，我跟你说实话，我的功夫都是跟我叔学的。我叔是一名退伍军人，原先在部队当过侦察兵。你叔，你这次说的是真的吗？真的，绝对是真的，我可以发誓。我信誓旦旦，就要举手起誓。那你为什么一开始不说？
我最不喜欢别人对我撒谎。我这位叔叔是在侦察连服役，以前的侦察连你知道吗？相当于现在的特种部队，需要经常执行秘密任务。我叔他虽然已经退役，但他服役期间执行过的任务至今还是处于保密状态。他本人也被组织上要求不能向外界泄露任何一点信息，包括他在部队掌握的技能。我这几下是我死缠烂打让他教给我的。我现在告诉你，已经是泄密了。我的话半真半假，口中的叔正是王多金的父亲王大宝，确实当过侦察兵，手底下有真功夫。但至于后面执行任务保密一说，就纯属我瞎编。打住，既然涉密，那就到此为止，我不问了。你身手这么好，以后上了大学，不知道要吸引多少女同学哦。回到家，已经接近晚上9点了，小心翼翼地将白天买的彩票拿了出来，又将电脑打开。一向心理素质极佳的我，却止不住的有些激动、焦急。终于，晚上9点半，最新一期的开奖结果出来了。看着电脑屏幕上那串熟悉的数字，我的头皮瞬间如有千万道电流游走，酥麻到几乎爆炸，心脏在1秒钟之内直线加速，剧烈的砰砰狂跳，几乎要从嗓子眼跳出。中了，真的中了！100注，1注1000万，整整10个亿！我瞬间激动的像个150斤的孩子，在房间内疯狂挥舞拳头，无声狂吼。之所以不敢出声，是怕引起爸妈的注意。饶是我心理素质过硬，这一夜我也几乎没睡。次日一早，精神却仍旧异常亢奋的我，拿了一个书包，匆匆出了门。看着这2天有些异常的我妈有些疑惑地问我爸：“陈峰是不是有什么事啊？总感觉他这2天有些不一样呢。”女人的第6感就是不一样。能有什么事呢？刚高考完，肯定是找同学玩去了，你就随他去吧。我爸不以为意。出了小区，我打车直奔江南省彩票中心。不一会，出租车在江南省彩票中心门口路边停下，就近找了个公厕。我快速换上身后背包中的旧衣服，又戴上帽子，将自己伪装了一番，慢悠悠晃荡到彩票中心门口，确认没什么异常后，闪身入内。当工作人员得知我11巨奖得主出现后，整个彩票中心一阵骚动，众人纷纷上前围观，想要看看巨奖得主是何方神圣。我全程低着头，围观人群见我这副形象，问什么也一句不回答，渐渐便没了兴趣，嘟囔了几句后纷纷离开。领奖进行到最后，当工作人员万分期待地询问我是否要捐款时，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1毛不捐。这波操作顿时让彩票中心工作人员不敢置信，原本客气的笑容僵在脸上。我不以为意，懒得搭理，只想以最快的速度拿到支票。终于10几分钟后，一切手续办妥，我拿到了那张属于自己的支票，总共10亿，交税20%，所以支票上实际到账的金额只有8亿。将支票揣进兜，出了彩票中心，我径直走向旁边100来米处的某家银行。自己正好有这家银行的银行卡，可以最快的把支票落袋为安。走进银行大厅，办业务的人不少，但办事窗口只开了2个。我耐着性子取号之后便排队等待。半小时后，2个办事窗口竟然1个号都未办完。此时大厅中排队的人群越来越多，身揣天文数字的巨款的我心中开始渐渐有些急躁。此时一个秃头中年银行领导带着2个西装革履的下属来到大厅巡查。见机，我凑了上去。表，这几个窗口不开的吗？大家伙都等着办事，这人是越来越多了不？秃头中年领导听到有人搭话，斜瞟着上下打量了我一番，捋了捋额头并不存在的头发，漫不经心而又高高在上的开了口：“我们银行有自己的安排，你取了号等着便是，急什么？会轮到你的。”说完，秃头领导带着2名下属就要离开。不是我着急，而是你们这办事效率太低。我半个小时前取的号，到现在前面的人一个没少。都说顾客就是上帝，你们这是把自己当上帝了吧？呵，上帝救你吗？我们银行规定就这样，能等你就等，不能等，门在那边，好走不送。秃头领导一脸鄙夷，手朝大门指了指，意思不言而喻。真是狗眼看人低。就在此时，一辆宝马车飞速驶来，停在了银行门口。银行保安正要上前撵人，却见秃头领导飞似的冲出大门，大骂保安：“你们眼瞎了吗？”气还没捋顺，已经换上一副卑躬屈膝的谄媚脸孔，舔着脸向宝马车上走下的一位中年贵妇点头哈腰：“哎呀，李总，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快，里边请，里边请。”呵呵，赵行长，这个月业务有点多，手头需要的现金也就多了，没办法，
我过来取点现金。李总可真是生意兴隆，日进斗金啊！取钱这种小事哪用得着李总您亲自来？您安排手底下来个人就成，我们一定服务的妥妥当当。赵行长恭维着，殷勤地引着贵妇迎进门。贵妇李总进门，看到人满为患的大厅，顿时蹙起了眉头。赵行长，这么多人，我这排队要排到什么时候啊？李总有些不悦地皱起了眉头。李总说的哪里的话？您是我们行 VIP 中的 VIP， 哪能让您久等？小王，赶紧通知下，让里面马上加开一个窗口，专门给李总服务。赵行长话说得漂亮，立马吩咐了一个跟在身后的下属去柜台里面通知。李总蹙着的眉头顿时散开，露出满意的笑容。赵行长，那就太感谢了。不过这会不会不太好？大家都还等着呢。没什么不好意思的，顾客就是上帝，全心全意为顾客服务是我们行一贯的宗旨。李总您这样的贵客可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哪能是一般人能比的？我们当然得服务好。赵行长脸不红心不跳的拍着屁。里面的工作人员得了通知，2分钟不到便准备好了一个窗口，朝赵行长示意一切妥当。赵行长惨笑着将李总迎向那处窗口，突然眼前一闪，一个人影挡在了他身前。赵行长定睛一看，正是先前那个追着自己问的年轻人。小伙子让让，别挡道。我想问下，为什么这位女士一来就有专门窗口可以办，而我们这些人却还要在这等？去，一边去！李总什么身份？你什么身份？你能比吗？李总别管他，您这边请。哦，原来你们银行是看人下菜啊！所谓的为客户服务，其实就是为有钱的客户服务。我做恍然大悟状，声音大了几分，一时引来排队人群纷纷侧目。赵行长的脸顿时由晴转阴，双眼冷冷盯着我。小伙子，你怎么回事？来我们这里是想闹事吗？呵呵，闹事？我是来存钱的，他是来取钱的，怎么的也是存钱的，给你们带来的利益更大吧？怎么他一来就有专窗服务，而我们却还要苦哈哈的等着，这不公平吧？公平？小伙子，这个世界上哪有什么公平？条条大路通罗马，有的人出生就在罗马，而有的人出生就是牛马。你觉得这公平吗？那边有存款机，你不想等可以自行去那边存。我警告你，不要再大呼小叫，要不然我让保安轰你。呵呵，你确定不后悔？赵行长闻言，再次上下仔细打量了我一番。全身上下的型号加起来不超过200万，能有多少存款？别废话，我现在不招呼好这位，我才会真后悔。呵呵，那我走了。门在那边，好走不送。我算是好好体验了一把银行的区别对待，见识了一番世态炎凉，头也不回地走出了银行。出门走了几百米，便来到了昌城银行。大厅中等候办理业务的人同样不少。我扫了一眼，所有的窗口都开着，大家井然有序地排着队。比起刚才那家银行，不知道好了多少。我刚想自行上前取号，就有一位热情的小姐姐迎了上来。先生，请问你要办什么业务呢？我想开张卡，顺便存点钱。好的，您这边请。来到柜台，我掏出了那张8亿的支票，放在了柜台上。美女，麻烦你帮我存点钱。好的，没问题，马上帮您办理。可是当他拿到支票，看见金额的瞬间，他傻眼了。一个8，10个0，去掉小数点后的2个0，那就是整整8亿元。8亿！小姐姐震惊的差点当场石化。先生，您确定要全部存进去？是的，我确定。好，您稍等，这么大的数目，我得请示下我们领导。OK，脑怕崩。我笑着点头同意。得到同意，小姐姐一溜烟往柜台后的内部办公室跑去。没一会儿，一名30出头的少妇跟着小姐姐重新来到柜台，微笑点头示意之后，少妇拿起桌上那张8亿元的支票，仔细辨认起来。再三确定支票不是伪造，少妇脸上的震惊之色同样难以掩饰。陈先生，抱歉，因为您的存款金额过于巨大，我得再请示下我们行长，麻烦您再等等。少妇露出一个歉意的笑容。我没想到存个钱还这么麻烦，顿时眉头皱了起来。少妇见我这样的表情，以为我不高兴。陈先生，能否请您移步我们的贵宾室稍事休息？我马上通知我们行长，很快。我只能点头同意。不一会，少妇就领着我走进了贵宾室。贵宾室别有洞天，里面的装修用奢华来形容也毫不为过。没多时，迎面走来一位30岁左右的干练女子。陈先生，您好，我是这家支行的行长李姿，很高兴认识您。我稍稍有些吃惊，打量了一番眼前这位自称行长的女子，没想到她如此年轻。
李行长，很高兴认识你。陈先生，我们坐下来谈吧。冒昧问一下，不知道陈先生对于您的这笔资金有没有什么规划？听到李子的询问，我一时不由也陷入了沉思。这个暂时还没想好，不过肯定要做点投资。接下来半个小时，李子亲自上阵，为我详细介绍了10几种不同的理财方案。我也不得不佩服李子专业素质过硬，普通人被他这么一顿忽悠，绝对是恨不得将身家性命都填进去。我并未打算将所有的资金都投，最终在李子幽怨的眼神中，我只购买了1个亿的1年期理财产品。临走之前，李子将自己的私人手机号给了我，并提出个人请我吃饭。虽然美女邀约是一件很赏心悦目的事，但眼下我还真没那个心情。回到家时天已经快黑了，刚进门就看到原本温婉大方的老妈，往日里脸上总挂着的笑容不见了。我喊她好几声都没反应过来，一副心事重重的模样。往日风趣幽默的父亲，今日也变得格外的沉默，眉宇间透露出的一丝忧色，藏也藏不住。我心里暗道糟糕，难道出事了？老爸老妈，发生什么事了吗？你们这是怎么了？听到我关心的问话，我妈开口想要说些什么，却被我爸一个眼神制止。爸妈，你们有事瞒着我，对不对？我看见爸妈异常的举止，心中更加笃定，继续追问。呵呵，能有什么事？你妈这2天身体有些不舒服。对了，陈峰，高考成绩没几天就要出来了吧？你有没有选好喜欢的大学呢？我眉头一皱，察觉出老爸是在刻意岔开话题，隐瞒自己。稍一思忖，便不再追问。我突然想到一个人，王多金的爸，王大宝。我王叔，他是我爸过命的铁哥们，他铁定知道自己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心下打定主意，等一下找王大宝打听。我觉得我这次考试发挥的非常好，考个清华北大不是问题。听我口气这么大，我爸顿时来了兴趣。儿子什么斤两，他当父亲哪能不知道？好大的口气，你该不会是哄我和你妈开心的吧？对呀，陈峰，以往你的成绩可一直不太好。哪能骗你二位？高考事关重大，我心里有数。以前的考试我都是闹着玩的，这次我可是拿出了全部实力。我有信心，这次绝对比以往任何一次考的都好。您二位等着我的好消息就可以了。不考个清华北大，我陈峰就不是你们的儿子。我信誓旦旦的保证。你个臭小子！我妈听我前面说的认真，后面又开始打混，故作生气的模样。我爸也是有些哭笑不得的笑笑。经过这一番话，让原本有些愁苦的家庭氛围又恢复了几分往日的欢乐。程峰，不管考得怎么样，你都是爸妈的好儿子，我们不要求你考什么名校，只要你过得开心就好。说来也奇怪，其父母都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巴不得自己的孩子出人头地，但我爸妈却从来没有过这种要求。不一会，我就找了个理由回房睡觉了。一进屋，我便拿出手机打给了王多金。喂，峰哥，你终于想起我了哇！白天给你打那么多电话，怎么你都不接的呢？电话里传来王多金埋怨的声音。确实，白天忙着领奖和存款，王多金期间给我打过几个电话都没有接到。白天有事没注意到。先不说这个，你爸在不在家？睡了没？我爸刚到家，还没睡。咋地？峰哥，你有事找他，要不要我把电话给他？不用，我马上过来。你让王叔等我。我挂断电话，蹑手蹑脚的出了门。刚到楼下，就见到了迎面走过来的王叔。想必刚打电话过去时，他就已经猜到了我的来意。叔，我家发生了什么事？您能告诉我吗？这个嘛，王大宝有些犹豫，还没想好要不要告诉我。毕竟他爸之前交代过，不要让孩子们知道。叔，咱们两家的关系就不用我提了，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叔。我知道我家出事了，但我爸妈怕我担心，不肯告诉我。叔，我已经成年了，你们不要再把我当孩子，我能扛事，家里的事也有我一份责任。王大宝看着眼前与自己亲儿子无异的侄子，发现他是真的长大了，心性也成熟了很多，叹了口气。程峰，这事本来不该我说的，你爸妈不告诉你，自然有他们的道理。不过看你已经这么懂事，我就跟你说了吧。你爸公司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要批运到欧洲的货，在索马里遭了海盗，被劫了。这批货是你爸砸重金准备的，货值上千万，不仅把你爸公司所有资金掏空了，还在银行做了贷款。如果一切顺利，这笔生意会很大赚一笔，但现在被劫，拿回来的希望非常渺茫。
就算拿回来，货物也已经逾期，兜州那边的客户已经等不及了，要起诉你爸赔偿相应的损失。虽然货物买了保险，但想要拿到赔偿款也很困难，即便能拿到，也要耗费很长时间。这一来一去，你爸的公司根本撑不住。你爸本想再找银行贷款的，但那些银行听说了货物被劫的事，觉得风险太高，没一家愿意帮忙的。我今天也在到处找人，但没什么效果。我这边能拿出300万，要补上这个窟窿，还远远不够。这些狗的王八蛋家伙，平日里没少请他们吃喝玩乐，公司好的时候上赶着要借钱给我们，一遇到什么困难，一个个躲得比他妈的兔子还快。王大宝愤愤骂了一句。我听完，心里反而大大松了一口气。既然只是钱的事，那对现在的我来说就不是事。叔，这是需要多少钱能摆平？至少2000万。客户那边赔偿损失是大头，合同太苛刻，出现这种情况需要赔偿货价等值的现金，这就是1000万。你爸公司还贷了不少款，后面还要继续运营，至少还需要1000万。听到只要2000万，我彻底放下心来。叔，2000万真的够了吗？2000万能保证公司不倒闭，继续运营下去。想要恢复好转，至少得3000万吧。3000万，好，这事我来解决。3000万，说在我口中就像3000块一般轻松。你来解决？你毛头小子一个，拿什么解决呀？叔，谢谢你，我有办法。说完，留下一脸懵逼的王大宝。我转身就回了家。次日上午，我爸妈一上班便关在办公室中商量对策。正在两人一筹莫展之时，公司财务经理老张火急火燎地冲进了办公室。老板，咱们有钱了，刚才接到银行电话，咱们公司账上到了1个亿，我刚刚已经登录网银确认，是真的。什么？什么？他们夫妻2人听到老张的话，同时一脸震惊，几乎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查到资金来源是哪里的吗？付款人是谁？夫妻2人短暂震惊后，我爸问出了关键问题。一个个人账户打过来的，账户名是您儿子的名字，陈峰。什么？他们2人再次被老张的话震惊。我爸拿出手机快速查看，迫不及待想要看清楚，确定真是我的名字后，夫妻2人一时面面相觑。就在此时，我把手机剧烈震动起来，看了一眼屏幕，正是我打过来的。与我妈对视一眼，接通了电话，点开了外音。老爸，我刚给咱家公司账户转了笔钱，1个亿，你让公司财务看看有没有到账。陈峰，那笔钱真是你打过来的吗？你哪来这么多钱呢？陈峰，你告诉妈，你上哪弄的这么多钱？你是不是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啊？妈，别急，你别急，你放1万个心，这钱都是我的，绝对没有问题。一时半会跟你们说不清楚，我马上去公司，到了再跟你们细说。好，那你赶紧过来，路上小心点，我和你爸等着你。挂断电话，将老张支了出去，夫妻俩便开始猜测起我的这笔钱的来源。可思来想去之后，他们想破脑袋也想不出这笔钱儿子究竟是从哪弄来的。还是等陈峰到了问他吧。我爸叹了口气，夫妻俩结束了猜测。其实还有一种可能，2人都已经想到，但又都默契的没有提起，因为这种可能对夫妻俩来说是一个禁忌。2人当初被迫离开那的同时，被迫发下毒誓，此生永不对外人提及那里。半小时后，我来到了自家公司。咦，陈峰来啦！小帅哥，好久没见喽，高考考得怎么样啊？一踏入自家公司，几名早就认识我的老员工热情的起身与我打招呼。一阵寒暄过后，我进了老爸的办公室。那些女员工见我离开，却反而更加兴奋起来。他就是老板的儿子啊，长得可真帅，没有一点架子，感觉人很不错。你们怎么跟老板儿子这么熟？新来女员工有些花痴的拉着老员工问东问西，打探起我的信息。你们可别花痴了，老板的儿子今年才18岁，年纪比你们可小了好几岁。我听说他成绩不太好，如果没考上，不知道会不会提前来公司接班。3个女人一台戏，众人的议论声顿时变得一片热火。此时的我正老实的接受来自爸妈的盘问。当得知自家宝贝儿子竟然就是这几天轰动全国的10亿彩票巨奖得主，他们夫妻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陈峰，你不会是骗我们的吧？老爸、老妈，你们看这张照片。我掏出手机，翻出自己特意拍下的支票照片，递到爸妈面前。
这下夫妻二人最后一丝疑虑也被彻底打消。好儿子，你救了公司，也救了咱们家。我爸声音止不住的有些颤抖。什么就不救？爸，我可是你儿子。对了，这是我存钱的银行卡，妈，先放你那。我妈摇了摇头。陈峰，公司有你今天转过来的资金，现在的困难都能解决。这钱是你得来的，所以卡还是你自己拿着，想怎么花你自己安排。爸妈相信你不会胡来。听到老妈的话，我心中大为感动。爸妈，你们放心，我绝对不会乱花一分钱。好了，既然公司的困难解决了，今天又正好周五，我提议今天提前下班，公司所有人一起出去庆祝庆祝。好，听你的。团建聚餐的地点就选在距离公司不远的一家豪华5星酒店。席上，我爸作为老板，宣布了公司困难已解决，并且资金比以往更加充足的好消息，同时还鼓励大家安心做事，一起将公司业务做大做强。菜过5味，我实在憋不住，起身前往卫生间。正要踏入卫生间，耳廓一动，里面传出2人压低声音的淫笑。我脚步一致，竖耳倾听。老弟，刚才那东西已经放进去了，再过一会儿药效就上来了。嗨，还是老哥眼疾手快，这娘们可真他娘的诱人。刚才桌上看他那媚样，我他娘差点就忍不住了。老弟也不想想，李子他可是咱们行的行花，多少人垂涎欲滴，年纪轻轻就成了重点支行行长，也不知道被前面那几位占了多少便宜。是啊，这次终于轮到咱哥俩了，年度考核他想再进一步，可不得心咱们的手，哈哈，和尚摸的，咱们为啥摸不得？哈哈哈，老弟说的对，咱们下午可是有福了。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我已经在楼上开好了总统套房，今天一定要玩个尽兴。老哥，那东西效果怎么样？老弟放心，那东西我托人从国外带的，前2天我已经试过效果了，保证他醒来之后什么事都记不起。哈哈哈，原来是2个老色批在商量着给人下药。我眉头一蹙，因为听到了李子的名字，而且也是一名银行行长，已经有70%的把握确定这个李子是他认识的那个李子。心思一转，不动声色走进卫生间，沆瀣一气的2人忽见有人进来，立即噤声，脸上淫笑一致，皱眉看向我。见是个面容稚嫩的年轻人，2人便放下了心，草草收场离开了卫生间。我不紧不慢跟上2人，打算看看情况。没走多远，2人进了一个包房。我左右看了看，走廊空无一人，一个闪身便进了包房。包房中2个老男人已经一左一右坐到了李子身旁，佯装关心，欲要对他上下其手。李子此时只觉脑袋昏昏沉沉，全身乏力，但好在还保留着最后一丝清明，察觉到2人不怀好意，李子正拼命阻挡2人袭来的魔掌。2人正想进一步动作之时，突见一道人影闯入包房，猛逼之下伸出的魔爪停在半空。我一言不发，闪身而上，一巴掌一个。你是谁？为什么闯进我们的房间？被打的中年男人大怒，拍案而起，指着我怒喝：我是谁？你们管不着！你们俩用下要这么卑鄙的手段欺负一个女人，可真是牛逼！你胡说什么？什么下药？谁下药了？小伙子，话可不能乱说，小心祸从口出。2人的诡计被人戳穿，心里顿时有些慌张。脑袋昏昏沉沉，全身绵软无力的李兹之前已经察觉出有些不对，奈何药效已经发作，意识已经模糊，根本无力反抗。意识模糊中，他察觉到有人闯入包房，声音有些熟悉，但此时的他根本想不起声音的主人是谁。但他可以确定一点，来人是自己脱离魔掌救命稻草。麻烦你救救我，救救我！放开他，不然我报警了不？报警？那你试试，你不请自入，闯入我们房间还袭击我们，我倒要看看警察来了帮谁。中年男人听到我要报警，一点不慌，反而有些有恃无恐。小子，识相的赶紧给我滚，要不然让你好看！肥胖男人盛气凌人，反过来威胁我：敬酒不吃罚酒。啪啪2声，又甩了2人2个大耳光。李子，我们走。我在李子耳旁耳语一句，便要将李子扶起。肥胖男人抄起1瓶酒向我打过来，我哪能被他得逞，手上扶着李子，一脚踢向肥胖男人。肥胖男人200来斤的肥胖身体瞬间化作一道弧线，向后倒飞出去，落在地，脸色一片青紫，大口大口喘着粗气。此时的他
感觉自己的五脏六腑都已经移位，轻松解决掉肥胖男人。这边中年男人正想举起瓶子从后面偷袭，我鬼我真没等他下一步动作，又一脚踢出，把他踢出几十厘米远，干脆利落的解决两人。我扶着李兹朝外走去。臭小子，敢打老子，有种留下你的名字，老子一定让你全家不得好死。稍微缓过来的肥胖男人见我要走，恶毒咒骂。我本不想理会，但听他话中要挟自己家人，眉头一皱，停下了脚步。家人是我的逆鳞，我不想因为今天的事给爸妈带去不必要的麻烦。把李兹安顿好，我从桌子上拿了一把刀向他走去。有种你今天弄死我，只要我今天没死，总有一天我会弄死你。他话没说完，我手上的刀立马丢向他，只不过我故意控制了刀的方向往他后面丢去。你知道我最恨别人威胁我什么吗？我最恨别人用我的家人威胁我。以你的能力，想要查出我是谁不难，你可以尽管去查。不过现在开始，如果我的家人但凡出一丁点意外，我都会算到你的头上。这一刻，肥胖男人彻底怂了，极度害怕之下，绝望地闭上了双眼。我收回了手，看来你还是怕死的嘛，可别忘了我说的话哦。说完，我又向中年男人看过去，见我看向他后，表情立马惊恐起来，全身在发抖。你不用我用跟他交流的方式再跟你交流一遍吧？不用了，不用了，今天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得罪了，求你放过我们。再不理睬已经被吓破胆的二人，扶起李兹便走。不一会，在另一个包房里，李兹被我用一套快速让人清醒的按摩手法按摩后，才悠悠醒着。当他发现自己正躺在陌生的房间里，旁边还有一个男人，顿时大惊失色，差点没尖叫起来。李行长，你还记得发生了什么事吗？一个有些熟悉的声音传入耳中。待看清声音的主人是自己的大客户陈峰后，李兹诧异地张开了嘴巴。与此同时，他的脑中闪现出包房内的一些画面。陈先生，没想到会是你，实在太感谢了。不用谢，先别说这么多。你现在只是暂时清醒，药物的作用并没有被清除。眼下你得赶紧找个有浴缸的地方，用冷水泡澡。那你就在酒店开个房间吧。这不太好吧？有什么问题吗？男女共处一室，关键我才18岁，姐，这样好吗？就在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之时，手机突然震动起来，拿出来一看，竟然是叶之星打来。喂，叶老师你好。陈峰同学，你好，那件事我已经跟我爸说清楚了，一定不会取消你的成绩，你可以放心了。听到这个消息，关于高考成绩始终悬着的心终于落下。太好了，叶老师，你就是我的福星，是我人生的指路明灯，我都不知道要怎么感谢你才好。呵呵，陈峰同学，我不需要你的感谢，只要你能考上自己心仪的大学就好。那怎么成？今天晚上我请叶老师吃饭，叶老师一定不能拒绝哦，要不然我心里实在过意不去。那好吧。好，晚上6点，万达广场，我们不见不散。通话结束，我一拍额头，又是如果自己就这样走了，那躺在床上的李兹该怎么办？就这么任由他一个人在酒店不管不顾，我还真有些担心。陈先生，今天谢谢你了，你有事你先走吧，我打电话给我闺蜜，叫她过来就可以了。不得不说，能做到行长这个位的人，情商果然高。察言观色后，随口就给了我一个台阶下。呵呵，不用客气，就算是别人我也一样会这样做，更何况我们还认识。那我先走了，你小心点。说完便走出了房间。我一走，床上的李兹再也绷不住了，忍不住哭泣起来，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晚饭我选了一家我所知道的本市最好、最贵的西餐厅。叶之星听我说出那家餐厅，第一个反应是拒绝的。以他的家庭背景，他当然知道这家餐厅人均消费至少是2000元起步。在再三保证我是用自己赚的钱，并且保证只此一次之后，叶之星才勉为其难的答应。正在点菜之际，耳畔突然传来一个女子的声音：“知心是你吗？没想到真的是你。”我抬眼看去，一个身材高挑的时尚女孩挽着一名衣着光鲜的帅气男子走到两人面前。女孩见真是叶之星，显得异常的兴奋。王嫣、李显赫，你们怎么在这里？叶之星看清那女孩长相以及她挽着的帅气男子后，却显得稍稍有些不自然。叶之心，你好，好久不见。名叫李显赫的帅气男子在看到叶之星后，也显得有些尴尬，但还是强行挤出几丝笑容。知心，你怎么也在这啊？咱们姐妹自从毕业后，可是一直没见过，今天这么巧，要不咱们一起聚聚吧？不用了，我们还是各吃各的吧。叶之星听到王艳的邀请，
下意识的便开口拒绝。我不由微微皱起了眉头，我猜应该是又碰到狗血的男女朋友剧情了。知心，这位是？他是我的学生。听到叶知心介绍我是他的学生，王嫣有些意外，随后他又有些打趣的笑着说道：原来是学生啊，知心你不说，我还以为是你的男朋友呢，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知心你还是魅力不减当年。他这话听着像玩笑，可其中的意思却是十分歹毒。叶知心眉头大皱，王嫣，请你说话不要这么阴阳怪气，有话好好说，不是所有人都如你一样。叶知心脸色冷了下来，我大开眼界，没想到一向知书达理、温婉恬静的叶老师也会有发飙的时候。我听出了王嫣语气中对叶知心的挤兑与嘲讽，心中不爽。奶奶的，这是完全不把自己当盘菜啊！这位阿姨，今天我请叶老师吃饭，麻烦你保持安静，回你自己桌行吗？什么？你叫我什么？大姨？怎么，我说的不对吗？我是叶老师的学生，你是叶老师的同学，我叫你一声阿姨，不过分吧？你！王嫣连说3个你，显然被气得不轻，但却一时找不到反驳的理由。一旁的叶知心却是差点没笑出声来。我的嘴巴着实歹毒了一些，到了这种地步，双方已经相当于撕破脸了。一般情况下，对方自然会识趣离开，只是我还是小看了王嫣。知心，我们还有几个同学今晚都在这里的 VIP 房，既然你们也在，不如和我们一起吧。我已经。知心，你别忙着拒绝，都是咱们的好姐妹，李梅、美玲以及她们男朋友。叶知心开口便要拒绝，立马又被王嫣打断。你如果不去，那就是看不起我们了，我一定告诉他们，他们肯定会很伤心。叶知心听到王嫣说出好姐妹的名字，有些为难了，看了我一眼。叶知心欲言又止，我见她这样的神态，心知今晚这顿感谢宴是泡汤了。叶老师，既然都是你的老同学，那就过去聚聚吧，不过得顺便带上我也去蹭一顿大餐。包房内有2男2女正坐着聊天，听到有人进来，4人抬头向门口看来。2名女子见到叶知心和王嫣，尖叫一声，小跑了过来。知心，你怎么来了？好久没见到你了。知心，这位是美玲的男朋友孙红，30岁不到，就已经是市政府办公厅的正科级干部了，前途无量。还有，这位是李梅的男朋友金峰，他爸可是金石地产的大股东。金峰自己也是年纪轻轻就已经做到了金石地产的部门经理哦，年薪100万，年轻有为。2位真是年轻有为，美玲和李梅真是幸福，让人羡慕。要说年轻有为，我觉得还是李显赫厉害，老爸是政府高官，自己又学成归来，创业成功。哈哈，哪有，显赫与孙红和金峰差不多。王嫣听到李梅夸赞自己男朋友，不由更加高兴，哈哈笑出声来。知心，这位是你看我这脑子，一时高兴的差点忘了。李梅、美玲，这是知心的学生陈峰，说是要跟着来蹭一顿大餐。还是王嫣抢过话头，她怎么可能放过这么好的羞辱我的机会？大家好，我是叶老师的学生陈峰。李梅、吴美玲听到我是叶知心的学生，不由微微有些失望。与此同时，2人又不由为自己的好闺蜜感到担心。知心，你现在有没有男朋友啊？有的话，你可别藏着掖着哦。是啊，有的话带出来给我们看看，大家给你把关，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配得上我们知心哦。王嫣再次接话，听着都是为人好，她却总是夹枪带棒。没有，我真的没有男朋友，我现在还不想找男朋友，只想好好教书育人，做好一个老师。这时刚好一名侍应生敲门进来，询问什么时候可以开始点餐，于是大家坐上了餐桌，叫上侍应生，准备开始点菜。由于这次聚会是王嫣组织的，于是他很大方地笑着说：今天显赫请客，大家喜欢吃什么随便点，不用客气。就连叶知心也是受不了美食的诱惑，4女拿着菜单讨论着点什么菜。一旁的李显赫、金宗和孙红熟络地聊了起来，3人聊天的内容无非是金融资本运作、官场秘辛这些事。就在我无所事事之时，李显赫忽然转过了身，脸上堆起不怀好意的笑了笑，对我说道：陈同学做了这么久了，是不是很无聊？要不你也听听我们讨论的内容，增长些见识，对你以后肯定大有裨益。是啊，虽然你还没工作，但是能够参与到显赫他们的话题中，绝对可以提高你的格局。李显赫话音刚落，王嫣连声附和，还真是夫唱妇随。我知道这一对显然是想自己在众人面前出丑，报复自己之前叫王嫣阿姨的事。另外，李显赫显然是想引起叶知心的注意，好表现自己。稍一思忖，几位都是成功人士，我哪能参与得了你们的话题？
听不懂，听不懂。李显赫一听我这话，心里更是满意。见已经吸引了四女的注意力，他心里顿时浮现一个非常邪恶的主意。听不懂没事，我们给你解释解释就行。对了，我刚才听说你马上就要上大学了，现在大学生的工作可是很不好找，眼下已经是暑假，要不要找份实习的工作，增加些自己的阅历，以后也好找工作。我刚开了家公司，正缺人手，你如果愿意，可以来我公司实习，保证绝对比你在学校学到的东西多。如果你嫌我公司小，金峰公司也缺人，也可以去他那边实习，他那是大公司。李显赫这话听着诚意十足，骨子里却是对我看不起。在他看来，我只配给他们做些打杂的事情。是啊，我们公司正在扩展业务，正缺帮手，提供一个实习岗位不是什么难事。叶之星已经听出两人话中隐隐对我的贬低之意，但两人话说得漂亮，他也不好出声反驳。两位大哥敞亮，小弟我正愁暑假做些什么呢？两位大哥这样提携我，真是让我感到荣幸。不知道两位能否留张名片，我想好好联系你们。我顺着李显赫和金峰的话，打蛇随棍上，装作异常开心的向两人讨要名片。看到他这副表情，李显赫心中大悦，但是却根本没有给名片的意思。哎呀，不好意思，我这公司才开业，特殊定制的名片还没到。这样，饭后我再给你留联系方式。我倒是有名片，不过今天出来得及，忘带了。我也一样，饭后再给你留电话。我脸色一沉，你们丫的想玩我是吧？那就别怪我了。要不咱们还是先点菜吧，边吃边聊，我都饿了。看着场中气氛有些尴尬，吴美玲出来打圆场。刚才这么久，四女讨论了半天，也没有点出什么菜来。突然，王嫣的手机铃声响起，看了下手机屏幕，王嫣起身走到包房外去接听。见王嫣出去，叶之星三人拿着菜单犹豫不决的样子，早就偷偷关注多时的李显赫，觉得自己的表现机会来了。李显赫也不管叶之星答不答应，坐到了他身旁。之星，我觉得这个不错。对于李显赫如此过分的举动，叶之星感到十分厌烦。可是这么多人在场，他也不好当场发作。我自己会看，你想看就拿去好好看吧。其他人当然也发现了异常，只是今天李显赫做东，摆出一副主人家热情好客的模样，倒也不好多说什么。我早就看出了李显赫对叶之星的图谋不轨，只是开始见叶之星对李显赫有些异样，不确定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不过此时见叶之星已经露出厌烦表情，我便知道是这位朱哥一厢情愿了，明里暗里嘲讽自己，现在又想轻薄自己的老师，我可不惯着这样的骚包。我已经饿得快不行了，能不能快点点菜呢？大家不会是怕李哥买不起单吧？我这话让一旁的李显赫有些坐不住了，这不就是摆明在说他穷吗？既然大家不知道点什么，那就随便点。这点餐费我还是付得起的。大家给我省钱，就是不给我面子。小陈，你不是饿了吗？尽管点，你今天要是能吃穷我，我敬你是条汉子。李显赫这话说的掷地有声，众人笑着点头同意，再次拿起了菜单。我心中好笑，心道老子不坑死你丫的。李哥，真的随便点吗？这里的菜我听说可是很贵的哦，随便一道就得上钱，而且我很能吃的，你不会介意吧？我用一种很期待的眼神看向李显赫。当然，随便点。这里的菜我在美国经常吃厌了，所以刚才不知道点什么。你不要怕贵，不贵配不上我们的档次。我诡异一笑，随后朝侍候在一旁的侍应生招了招手，叫他过来。我以前听朋友说，你们这里的神户牛排很不错，那就给我们每人来一份吧，记得加上法国黑松露、鱼子酱、鹅肝、蓝龙虾，一人来一份。有美食也要有美酒吧，今天有这么多女士在场，82年的拉菲最合适不过，给我们来2瓶。我就点这些啦，李哥你看行吗？李显赫听到我的询问，满不在乎的笑着说道：当然可以，就点这么些。刚刚你不是说很饿吗？这点东西怎么够大家吃？服务员，你过来，我再点几个。这个，还有这个。李显赫大手一挥，在菜单上胡乱指了几个，满意的让侍应生去安排。就在侍应生转身离开之时，我又笑着开口对侍应生说道：对了，我们的菜一定要让你们最好的厨师做，要不然就浪费了这些美味的食材了。李哥，你说对不对？小陈说的对，你们西餐厅不都有总厨吗？就让你们那个总厨亲自做这些菜，一定要做得好吃，不然我可是要投诉的。我在市监局可是有人的。半个小时后，所有的菜品都送到了桌子上了。吃着柔韧肥嫩、鲜美多汁的神户牛排，喝着甘熟甜美、圆润醇厚的拉菲葡萄酒，再加上极致口感的鱼子酱、黑松露、蓝龙虾以及鹅肝，所有人都为今天的美味倾倒。小陈，你不错嘛，
没想到你对吃还挺有研究。今天这顿饭我很满意。李显赫现在是一口一个小陈的叫着我，极为顺口，俨然已经完全不将我放在眼里。我心中冷笑，让你现在高兴一会，待会结账，有你哭的时候。又是半个小时过去，众人享用完大餐，看时间差不多了。李显赫豪迈地朝侍应生招了招手：“你们今天的菜做得很不错，这个酒也不错，下次我还来。现在买单吧。”谢谢李先生夸奖，您今天这顿饭总共消费10.4万元。李显赫都没看结账单一眼，装作都是小意思的表情，笑着拿出了一个支票本。我刚回国，虽然办了银行卡，但在美国习惯了写支票，这一下还改不过来。对了，你说多少？10.4万对吧？也不是很贵嘛。给。侍应生恭敬接过，仔细看了一下上面的内容。李先生，对不起，可能我刚才没有说明白，您这顿饭的费用不是10.4万元人民币，而是10.4万欧元。我们的 VIP 房都是以欧元结算的，如果您要付人民币也是可以的。按照今天欧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1:7.3，您需要支付75.92万元人民币。你说什么？欧元结算？居然要10.4万欧元！靠！你们是不是想宰客？当我是冤大头吗？李先生，我们不会错的。您看您的结账单，您总共8人就餐，所有的菜品都点了8份，加了法国黑松露的神户牛排，1份2000欧，总共是16000欧。鱼子酱总共是8000欧，鹅肝是4000欧，蓝龙虾是8000欧，法式焗蜗牛是4000欧，白酒田螺是4000欧，甜点是2000欧，所有菜品加起来是46000欧。另外，这些菜是由我们行政总厨路易斯先生亲手制作，手工费是8000欧。2瓶82年拉菲葡萄酒是5万欧，所以总共加起来就是10.4万。在侍应生把所有的菜品价格通通说明之后，李显赫一屁股瘫痪在椅子上，嘴唇止不住的有些发抖，感觉身体被掏空。突然，他有些疯狂地激动说道：“不可能，绝对不可能！76万！你们凭什么收这么贵？你们为什么不写明价格？你们这是欺诈，欺诈消费者！我要去举报，投诉你们！”怎么可能？我们才吃了这么点东西，就要76万？你知道这都可以在昌城市中心全款买一套50平的公寓了吗？你们这是敲诈勒索，当我们好欺负吗？作为李显赫的女朋友，王嫣此时也变得有些疯狂。王女士，我们 VIP 包房的价格向来如此，预订这个房间的顾客都是知道这个规矩的。另外，我们的定价也是在物价局备案审查过的，我们绝对没有丝毫欺诈顾客的意思。王嫣看着瘫软在椅子上的李显赫，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竟哇的一声哭出了声。最后还是叶之心站了出来，解决问题。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王嫣，你再哭也没用，我们还是想想办法凑钱结账，要不然这么大的金额，餐厅肯定会报警，那我们肯定会被警察带走。大家看看自己手里有多少钱，我这里有我毕业这2年存的5万块，你们那里有多少？叶之心拿出自己的银行卡，王嫣一边哭一边也拿出了自己的钱包，抽泣着说道：我平时有多少花多少，只有1万块了，显赫卡上总共还有差不多20万，就只有这么多了。李梅、吴美玲也都拿出了自己所有的钱，2人的男朋友也都尽可能的帮忙，最后拢共算了算，也就只有30万出头，离76万还差得远。就在大家一筹莫展时，我站了起来：叶老师，不用再凑了，看来李哥今天要结账的话很难了，还是我来吧。你买单，都这个时候了，别乱开玩笑，你哪来那么多钱？叶之心以为我在开玩笑，瞪了我一眼：没开玩笑，本来今天就是我请叶老师吃饭的，而且晚上这顿饭大多数菜品都是我点的，我买单也是应该的。说完，没等他再说什么，向侍应生招了招手，从裤兜里掏出了一张纯黑色的信用卡，把账单拿过来吧，我买单，刷我的卡。聚会结束后，一出大门口，叶老师就忍不住问我：陈峰同学，你今晚是不是故意那样做的？目的就是要让李显赫难堪？一颗玲珑心的叶之心已经察觉出今晚这是透着股不寻常的味道。谁叫他和王爷那么狂？我是实在受不了他俩的嘴脸，不踩他们踩谁？你说的是真话？是不是还有我的原因？你是不是发现了什么？李显赫以前跟叶老师你关系不一般吧？我感觉他看你的眼神有些问题。他是我前男友，后来王嫣追求他，我们分手了，王嫣成了他的女朋友。果然，我的猜测没错，难怪王嫣处处针对叶之心，又难怪李显赫会那么猴急。那我踩他们就更没有错了，能给叶老师出气，我觉得很值。你真的能负担起那些费用吗？你要是有困难，不要勉强，老师给你想办法。叶之心直到现在
还是十分担心我没办法负担那60万的费用。叶老师，你放心，我不是那种打肿脸充胖子的人。你要是不信，下次我把我银行卡带上，给你看余额，总行了吧？叶之星听到我这样说，总算打消了顾虑。陈峰同学，你还真是处处让人感到意外。我现在也都开始好奇，你到底隐藏了什么身份？你猜？你是哪家的富二代？我可不是，你在猜。陈峰同学，如果你是想玩猜谜游戏，我觉得我们的谈话可以到此结束了。叶老师，其实我就是普通人。如果我说我的钱是天上掉下来的，你信吗？叶之星听后，心中顿时生出一股恼怒。在他看来，我这完全是瞎编敷衍他。陈峰同学，你不想说我不强求，只要你以后不再像今天这般乱花钱就可以。你今晚与李显赫斗气，从一个成年人的角度看，完全没有必要。为了争一口气，如此铺张浪费，我不认同。叶之星不再追问，言语中掺杂着一丝失望。他向来不习打探别人的隐私，今天算是破例。我听出他的失望，察觉出他话中对自己已经隐隐有了疏远之意。叶老师，你应该有听说前几天我们是有人彩票中了10亿的新闻吧？没错，那人就是我。我的钱是前2天买彩票中的，不就等于是天上掉下来的吗？我掏出手机，翻出彩票和支票照片，我递给叶之星。叶之星满心疑惑地接过来，看清2张照片后，露出了笑容，心中所有的疑虑与怀疑瞬间全部打消。陈峰，感谢你的诚实，很高兴有你这个朋友。我也一样。两人相视一笑，冰释前嫌。时间已经不早，两人就此分别，各自回了家。正当我准备进入小区时，不远处突然传来一阵叫骂与打杂声。滚你大爷！你他妈骂我可以，骂我峰哥不行。突然，我听到一声极其熟悉的声音，不是别人，正是好兄弟王多金。我眉头一皱，快速转身朝声音来处走去。你个死胖子，今天干死你丫的！你跟陈峰2个草包，丢学校的脸。陈峰敢考场上打老师，我们还不可以说吗？现在谁不知道你们班出了个这样的傻叉？你个肥猪，老子就骂他了，怎么样？围攻王多金的学生口中不断咒骂，落入我耳中，顿时怒火中烧。我身形一顿，原地猛然加速，如飓风般冲进人群。靠，感动我兄弟！我冲过去，一脚就把领头的学生踢飞。峰哥，多金，你怎么样？有没有伤到哪？峰哥，我没事，受了点皮肉伤而已，就是有些丢你脸了。我有些不放心，双眼快速在王多金肉乎乎的身体上前后扫了一番，发现确实如他所言，好胳膊好腿，我才松了一口气。多金，怎么回事？峰哥，我在这经过，这几个咱们学校的小混子一直在旁边说你坏话，我哪能惯着他们，跟他们理论了几句就打起来了。知道事件因我而起后，我双目暴怒地望向那3个家伙。给你们机会，现在跪下，给他磕头道歉，我放你们走。哈哈，笑话！你就是陈峰，你知道我是谁吗？你知道我爸是谁吗？我没叫你磕头认错就算了，你还敢叫我们下跪磕头？你小子是不是嫌命长，活腻歪了？领头学生暴怒：你爸是李刚吗？我随口嘲笑一句。领头学生听到这话，顿时一愣：你怎么知道我爸的名字？你认识我爸？领头学生有些茫然问道。我心中一乐，没想到自己顺口一说，竟然还真说中了。那你叫什么名字？我叫李明。你真认识我爸？你过来，我告诉你。李明大摇大摆地往前迈了几步，在距离我大约1米的地方停下。我过来了，你说吧。话没说完，却又是眼前一黑，随即双腿一软，跪在了地上。我管你爸是李刚还是李光，敢动我兄弟，你就得跪下。李明瞬间暴怒，双眼赤红，众目睽睽之下被对方偷袭，自己还没反应过来，便已经跪下。你不讲武德？武德？你们3个打我兄弟1个的时候，怎么不讲武德？我又望向另外2名李明的跟班，嘴角露出一丝邪笑。你们2个是要我动手，还是自己主动跪下来？2人刚才已经看到了他的厉害，顿时齐齐后退2步。你们给我上，干死他！出恶事老子负责。你们要是不上，看老子过后怎么收拾你们！2人被李明这一通威胁，想起李明平日里的狠辣，对视一眼，怪叫几声，冲过来。峰哥小心！我旋风般使出一个连环鞭，2个家伙被我一脚踢飞几米远。看着躺在地上的3人，我微笑地望向正瞪大眼睛看着自己，仿佛不认识自己一般的王多金。多金，你看可以了吗？多金，我问你话呢。我见王多金傻愣愣没有答话，又追问了一句：峰哥，可以了，咱的面子都找回来了，待会警察就来了。好，那咱们回家。我一把勾住王多金脖子，看也不看地上的李明3人，
头也不回的离开了这是非之地。6月24日，高考成绩公布的前一天，这半个月以来，几乎每天我都会与叶之星通话，期间两人也见过不少次面，两人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陈峰，明天就要公布成绩了，有没有想好去哪所大学？这个还真没时间想。叶老师，你有什么建议吗？那你有估分吗？大概能考多少分？没有，不过大概全国的学校都能随便挑吧。要不叶老师，你帮我选一个。好大的口气，随便挑，那要不就上清华或者北大吧？也不是不可以，只是这两个学校都在京城，离得我们这有点远啊。哼，说你胖你还喘上了，我听说你平时的成绩可是很一般的。反正就是这件事你要好好考虑下，这可是关系你将来的大事。叶之星本想说我平时的成绩很一般，但怕打击到我，所以连忙又打住，只是让我慎重考虑。叶老师，你是不是想说我平时的成绩很一般？其实哪所学校也不是那么绝对重要，只要你以后努力，照样可以干出一番事业。10年磨一剑，是金子总会发亮的。